老周，空调怎么关了？什么鬼？这不对！有人吗？啊！沈渡，你没有被传送。我可以进来吗？风有点大。你母亲的手艺应该不错，锅烧糊之前，汤是鲫鱼豆腐。你是谁？天恒守望者，编号 LY07。但那个词不太准确。准确地说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的。75亿人类现在都在另一个维度，全地球只剩下你一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不被看见了。全地球就剩我？是的。10年。原定计划是10年，但你需要知道，时间线出现了偏差，可能更长。你说天恒扫了75亿次，75亿，没扫到我。你的灵智指数是 0.003， 人类的平均值在 3.2 至 8.7 之间，系统的识别下限是 0.01， 你不是被跳过了，你是低于它能理解的范围。所以我是什么？空气？更接近，空气至少有折射率。行，那我从小到大被忘在服务区，被忘在车站，毕业照永远站在最边上，不是倒霉，是灵智指数低的外部表现。大学开学第1周，辅导员点了我3次名，每次都是沈渡到了吗？我坐在第1排，手举着，他看不见。你举手的动作被他的感知系统自动过滤了，不是他的错，是你的因果权重不足以在他的意识里留下印记。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？至少你能看见我。守望者的感知协议不同于人类，我们被设计为扫描整个因果谱，包括低权重区间，所以我能看到你。吃饭，你吃吗？不需要。我想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学校。他们以后会回来吗？按计划会，10年后。10年后，他们回来，我还是19岁。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我，不是因为我没变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记住过我。我有个问题，如果我灵智指数低到系统扫不出来，那你回去以后，天恒的记录里，地球上还存在过沈渡那人吗？守望者的本地记录里会有。你说的是本地记录，不是天恒记录。走吧，去下一个地方。你的训练计划是自己制定的？网管嘛，闲的时候多看了几本运动解剖的书。你看得懂？看不懂的部分就跳过。你是不是翻太快了？
我看了3个月才看到50页。守望者的信息处理速度和你们不同。那你能不能帮我看完，然后告诉我重点？你的训练量今天超标了17%。没别的事可做。47天了，我感觉和第1天没什么区别。肌肉在长，但长给谁看呢？我练了这么多，有用吗？到时候地球会生怪物，对吧？你说的，怪物出来了，我能怎么样？用这个打。图书馆的书还在吗？在。我想去看书。先喝口水。明天先去图书馆，然后你做把真正的武器需要哪些工具？图纸、锻造台、材料、锤子、火。火我有，图纸你能画吗？我的画歪。你一个天使，画歪图纸。守望者的专长不是工程读图，我可以提供参数，你画。这么多书，一个人看到死也看不完。那就看不完，有什么关系？矛头淬火温度偏高了，韧度会下降。你知道淬火是什么时候学的吗？上次我翻你那本冶金手册，看到你写在页边的笔记，2年前写的。2年前？你笔记里说淬火温度过高会导致马伊斯粗化。2年前的流光已经能写这种笔记了。流光，你以前跟我说，守望者不需要学人类的东西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握剑的？不知道，看着看着就会了。你要用筋骨做什么？弓，还有毛杆。精油呢？淬火，比水淬韧性好。陨铁，纯度不低，你要用它做什么？还没想好，留到想好的时候。沈度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回来以后会怎样？没怎么想，太远了。不远了。什么意思？大更新快到了，比原定的10年要早一些。早多少？我不知道确切时间，但流光！肚子，站门口干嘛？进来呀！
今天回来的早。在那边怎么样？那边虚界啊，你们这波去的孩子10年，我和你爹在冻结状态，一睁眼就10年后了。你怎么样？灵树觉醒了没？我听隔壁李阿姨说，她儿子觉醒了风系灵树2级。你呢？我没觉醒。没觉醒就没觉醒嘛，你安全回来就行。灵树这东西我们也不懂，你从小就不爱出风头。妈，我出去走走。刚回来就走，汤还没喝完。马上回来。你是沈渡？什么东西？守望者编号 SY23，你们一般叫我，算了，随便你叫。SY23，流光呢 LY07 已完成地球周期任务，调离本分区，我是他的继任。继任？你是来监视我的？不是监视，是确保你不死于任何非自然原因。天恒的决定，你活到自然死亡为止，我不干涉你，你也别给我添麻烦。你不问点别的？你知道流光现在在哪儿吗？同属守望者序列，全线同级。我可以查到他的服役记录，但不能告诉你。那你还有什么是能说的？我能告诉你的是，你的灵智指数依然是0.003，你身上没有灵能回路，在灵术体系里你是零，但我收到的指令是确保该人类存活。一个零需要我这个守望者来确保存活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不合理。那你回你的天上去，我不留你。我说了不算。技能名称逆吸，效果被动降低你在任何感知系统中的存在权重，包括人眼，包括灵术扫描。这就是为什么别人看不见我。正确的技术表述是，不是看不见，是看到后无法形成有效记忆印记，所以他们看到你了，然后忘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在灵术战斗中的定位是信息差，任何对手无法持续锁定你的位置。比我能想象的高。你打断守望者说话。你比流光话多。我没有在和你比较，我没有义务教你战斗技巧，我的任务只是确保你存活。所以如果你打算用这个技能去找死，我会阻止你，仅此而已。流光以前也这么说，他说确保你活下去。后来他不说了，他会帮我画图纸，画歪的那种。我的专长不是图纸。那你专长什么？信息处理、战斗系统分析，还有……算了。小伙子来一个不？烤红薯，热乎的，热乎的。你刚才故意撞他，测试什么？看他能记住我多久，大约1秒。已经高于预期了。逆吸的效果对灵能者会更弱，但如果对方没有主动用感知协议搜索你，大概能保持2到3秒的不可标记状态。2秒够干什么？不行，没有灵术感应。你的灵智指数决定了你无法与灵能产生共鸣，这不是练不练的问题，就像你不能教一个没有声带的人唱歌。那你说的非魔法系统是什么意思？灵术体系之外的能力，身体机能、锻造、战斗技巧。逆吸技能本身是灵能体系的例外，它是被动属性，不是主动灵术。你能用的只有这3种东西：身体、手艺和那2秒的不可标记。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够了。身体、手艺2秒，不用多。你这种人我以前没遇过。你以前遇过几个地球人？一个。上一个守望者把你记录在案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不需要人帮，但你帮了很多人。我对这个判断持保留态度。
50米精确射击，但你还是杀不了虚兽，他们的表皮硬度至少是铁板的7倍。那就打同一个位置2次，第一剑开皮，第二剑入肉，够深了就拔毛。所以这就是你说的够了。这是你的位子。你坐在教室里听灵术课，你甚至没有灵能火。看热闹不行吗？明明是你没接住，是你扔偏了。哎，你哪个班的？问你话呢，没见过你。没见过就对了。走。他用自己的灵能扫描了你，然后被逆眼反弹了。他的灵能系统告诉他目标不存在。对一个灵能者来说，这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反馈。所以他怕了。他会怕，但他不记得你。那下次他还会拦我？是的，逆袭的局限性。那下次再说。工艺在进步，这把矛头的对称性比上个月那把提高了约7%。只提高7%已经很好了。你知道人类工匠的平均进步速度是多少吗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我只需要打得过下一头。来了。体长约4米，目测速度中等，攻击方式未知。帮我锁定他的行动轨迹。他的能力是应激加速，受伤后速度会逐级上升，再伤他2次，他会快到逆袭窗口都不够。那就依次解决。你知道刚才那一跳如果没刺中裂纹会怎样？会被扫飞，摔在那边。你的战斗方式不是最优方案，但有效，比预期有效。你说比预期有效，意思是之前预期我打不过？没有。你有？对，有。因为正常人在灵能为0的情况下面对4米级的淤兽不应该选择主动跳上去，但你跳了，而且刺中了。下一头可能在什么时候？分析动物迁移数据后可以预估，但不能完全准确。那就分析。
天恒中枢下发了一份任务指令，指定接收人沈渡。天恒知道我了。不是知道，是记入。你在棕色淤兽战斗中的表现被试炼场监控协议自动记录，击杀成绩触发了补偿协议。补偿什么？天恒判定传送遗漏为程序性错误，根据补偿协议，需要你建造一座地下城。讲清楚。天恒将投放一批稀有材料和全套锻造设备。你的任务是建造陷阱魔方，一种用来激活和维护地下城的核心装置。然后呢？我能得到什么？稀有材料的使用权，锻造设备的所有权，以及建造完成后的称号和被动加益。所以天恒把我漏了。我一个人在这待了1000年，然后他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帮他建个地下城。指令不是强制性的，但你希望我接，因为材料，稀有材料，我没法自己弄到，对吧？对。说好10年变1000年，帮我成长，现在升级更难了。然后你告诉我，帮我成长的方式是让我给他干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……我不想听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稀有材料里包含永恒晶席，一个单体的能量输出可以维持锻造台运行200年。还有天恒级的锻造工具，不是你从五金店拿的那种。你不需要灵能，你只需要手艺。图纸呢？什么？陷阱魔方的图纸，你带了没有？我知道你在 PUA 我，让我主动接受你的要求。图纸我收，材料放那边。明天开始。你就这么接了？因为你说对了一件事，我需要那些材料，而且我确实想知道，这个陷阱魔方到底有多难。他自己动了。5个小时，你用了5个小时完成了需要3个守望者合力1周的工程量。没有灵力，他怎么转的？纯机械结构，组件咬合的物理精度触发了内部预设的能量单元，不需要外部灵力起火。这，在我的数据库里，这种非灵能激活方式的成功记录是0。那就从0变成1。这东西他做的。你怀疑什么？没怀疑，问一下。 5个小时，零件总数3700，平均每小时740件。不吃饭不喝水不眨眼，你手不酸？酸，但没到停的地步。双属性附加，一次完成。
下城激活的第一步是生物矫正，所有非人类生命器会在激活期间退出试炼场地，精准到每一个个体。每一个个体，连鸟都不漏，唯独漏了我。天恒可以瞬间传送75亿人，可以让每一只鸟都听话，可以让地球变成试炼场。人类不过是他手里的东西。我被扔在这里1000年，对天恒来说，只是一个失误，一个程序性错误，一句补偿协议就能打发了的东西。有一个人不一样，流光，他不是补偿，他是唯一一个。我不欠天恒任何东西。从现在起，我会变强，强到没有任何东西能控制我，包括天恒。LY07的本地记录里，什么？他在记录里写，沈度不是遗漏者，他是唯一不需要被传送的人，因为他会找到自己的路。这是他离开地球前最后一条记录。东城区出现2阶淤兽，请附近居民立即撤离。军队在处理。他在哪儿？精确位置。东城区长安路与建设大道交叉口，距离你大约2公里。走。你不应该一个人去，军队有灵能小队，你可以等他们死完了再去。我说了要救每一个人，不是每一个值得救的，是每一个。射程呢？花豹的感知范围是半径30米，你可以在不抓警觉的情况下靠近到10米，逆吸压到极限了。不算锁定，但会警觉。10米够了。你的左肋骨至少2处骨裂，建议撤退。他还在流血，我刚才不是全打空了？再来一轮。你还能打吗？
能。他的腿伤是你扎的？嗯。弹跳力已经下降了，不需要再打腿，打眼睛。他的弱点是左眼，蓄能炮爆炸的时候，左眼角膜被烧伤了。我没那么多雷力了，我还有一发。你摸过去，我打那一下。我信你这一次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把矛插进去。行。我记住你了。这不对。他在进阶，2阶花豹在被击杀前触发了应激进化，正在晋升3阶。触手不是攻击手段，是变异器官。进化完成后的战斗力是你当前装备不可对抗的。几成胜算0。3阶了，没时间了，必须在他完全进化前打断。你需要更强的力量，比我更强。我没有灵能。不需要你有，我的雷灵之力可以转移，全部转移给你，全属性提升，但有一个限制，30秒。30秒以后呢？雷灵效果结束，我所有能力降低到无法战斗的水平，之后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。30秒，你还剩2秒没有。最后2秒留着，万一你判断错了，茧还没破。肋骨，先固定。不用，你欠我1条命，我欠你2条，你欠我比较多。组队的事，待会儿说。你的等级提升了，28级。从花豹尸体吸收的经验，你救的人 SUV 里那2个，坦克里的3个士兵，还有……别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数完了会发现，还是漏了几个。
花豹的核心材料分配方案，我拟定的是60%归沈渡，40%归军方后勤。有异议的，现在说。凭什么他拿60%？军队也参战了，死了6个士兵，他一个人，凭什么？凭没有他，你们现在站的不叫分配战，叫集体墓碑。下一个。那魔法石呢？城里材料按人头分，我们也有份儿啊！大家都受损失了。魔法石在我包里，我挖出来了，你们需要可以给，但要的话，你们得自己过来拿。你推我干嘛？你没看新闻啊？他一个人干掉了2阶花豹，你跟他叫板？分解完成，材料分成2堆，一堆归我，一堆归在场。我帮你们分解了，服务费收5成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分。你说可以给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要退到底。退了一次，他们还要更多。我妈以前说，讲道理没用的时候，拳头比舌头快。战斗评估出来了，你28级，我30级。但我的灵能打3阶花豹无效，你的长矛打穿了，实战差距不是2级，是2倍。我之前想的是留在地球，不去虚界。地球有我需要保护的东西，我需要一个队友。我不擅长组队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待太久了。习惯不跟人同步。那你可以不跟我同步，你做你的主攻，我做我的雷，2条线不叠，但都朝一个方向。给你，不是打给我，是你需要的时候。今日，城郊旧工业区再次出现不明能量波动，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。花豹尸体所在的临时保管站今晨发生失踪事件，1名值班工作人员和花豹部分残余组织同时消失，军方已介入调查，目前暂排除人为袭击。花豹怀孕了。遗父子，3阶黑帽，从花豹的残余组织中孵化，拥有隐身技能，和逆袭属于同一技术血脉，但属于更高阶的感知欺骗。那人呢？被拖走的工作人员。花豹遗父子的孵化需要活性碳基物质作为初始能量来源。如果他拖走了一个人，孵化已完成，3阶黑帽已成型，正在活动。你打过来了，有新的3阶会隐身，位置还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怎么找到他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发定位，20分钟到。
这次和上次不一样，上次花豹是柔石被动遭遇，这次你是主动追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被拖走的工作人员和我没关系，但我在乎。我收回之前的判断。哪个？你不需要人帮，但会帮很多人。上一任的评估，我之前持保留态度，现在不保留了。走吧。他来了，10米，左前方。他的隐身机制和逆吸共享同一段频率谱，你的逆吸可以压制他的隐身，但效果只有2秒，比2阶花豹短1秒。够了。就现在！36级，连升8级，你干掉花豹是28，打完黑豹36，我卡在33。材料，你的雷击给了最后1击。你把那2秒也给他了。什么2秒？花豹那次你留了最后2秒没用，说万一解没破。今天你没留，拿着，你有魔方，有图纸，有火，这颗到你手里比我手里有用10倍。作为交换，帮我分解黑豹的材料，物流就不用管了，我来安排。行。组队的事，我决定了。忘掉刚才组队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的实力不够，你36级，我33，差3级，但实战差距不是3级，是2倍。我不想当你的负担。我没觉得你是负担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解除。如果你的队友永远需要你停下手里的矛去给他补一发电击，你会被拖死。我会追上来的，不是追你，是追着你的实力。等我到40级，我会再找你。如果你那时还需要队友的话。这个给你，灵印激活后可以产生1次低强度的雷击，充电需要1周，不够强，但够你在逆袭窗口里多1秒钟的后手。你还好吗？
你说的时候一般不好。不好，但我没事。把花豹的魔法石收好，黑豹的材料分解完了，物流队在装车。接下来还有一些事要做。什么事？变强，不是为了不让谁控制，是为了……算了，不想了，下次见。下次见谁？